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上一集呢，我们前往了布罗诺火山，印度教的3大圣山之一，同时也是 CNN 评选人生必看日出，也是孤独星球的封面照。今天呢，我们则是要去看全世界唯2的蓝色火山——伊真火山。接续上回的影片呢，带我们从布罗诺火山离开后呢，大包车就把我们一路带到了伊真火山山脚下的村落。那这一段的车程呢，一样是摇摇晃晃的，而且大概要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真的是舟车劳顿啦。那途中的午餐呢，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晚餐了。那吃完午餐呢，终于抵达饭店，然后洗漱后呢，基本上我真的就是直接倒在床上，进入昏迷的状态。就这样一路昏迷到了凌晨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的旅程又开始了。伊真火山呢，可不如布罗诺火山这么的轻松哦。到山脚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认领一些基础的装备了。在这边呢，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一定要确认好你的防毒面罩以及你的头灯都是可以正常运作的，因为呢，在接下来的旅程里面呢，我们就会需要非常仰赖这2项装备了。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装备就建议大家尽量从简把不必要的东西呢就放在车上就可以了。那再和大家友情提醒一下伊真火山的海拔大概是2800公尺。那如果说平常你有在爬高山，发现自己的高山症的反应比较明显的话嘛，那这边可能建议大家可能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去摄取一些丹木斯等等的，不然的话嘛，一般状态下2800公尺呢，可能算是紧绷，还没有到一定要吃高山症的药啦。好啦，那这又是一次凌晨的爬山，真的是冷的要命。不过呢，这次是真的要爬山了，所以说呢，在爬的过程中间呢，一定很快就会热了嘛。这个时候呢，推荐大家一定要用洋葱丝的这种穿着，基本上就是你爬热了之后呢，把你的内里脱掉，但是外面的防风外套千万要保留着哦，毕竟山上风还是挺大的。那一路我们要从山脚摸黑爬上去，大概要3到4个小时。然后一旁呢会有一些小贩提供一些外挂，那就是搭乘所谓的蓝宝坚尼，那也就是人力车上去啦。那大家真的好好斟酌自己的体力哦。如果真的实在是撑不住，就麻烦花钱消灾吧，因为接下来上面的风景、上面的美景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那一路几乎都是上坡的这个情况下呢，当时我就知道了，我回程铁定是要打这个蓝宝坚尼的。虽然说我在台湾其实就是有爬一些小郊山，然后也有挑战过一些基础的百岳，但是我每次的状态都是那种上山健步如飞，下山就跟个残障一样，所以说对我而言下山蛮困难的。好，那这次的火山之旅呢，算是真的多少有点挑战的，不单纯是摸黑爬高山，还有呢就是要戴上这个防毒面具，那就很像是你要戴着口罩去爬山一样，真的是比较难喘气啦。总之呢，在约莫经过3个多小时，几乎没有什么休息的爬山里面呢，我们终于到了山顶。那这个时候绝美的景色才正要开始哦。那由于我去的那阵子呢，还有一些火山运动，因此呢，目前是暂不开放向下去探索那个传说中的蓝色岩浆了。这点是真的有点可惜。但是往这个一旁的火山口看去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青蓝色的火山湖呢，已经从云雾中慢慢透出了。那顺便和大家科普一下呢，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酸性火山湖。那所以说，接着呢，我们就是要绕这个火山湖，然后来拍照欣赏一下这些美景啦。不过提醒大家一下哦，就是这边一样是没有护栏防护的。而且呢，有些地方那个树木的树根啊，其实是让你在走路的时候会蛮危险的，所以大家千万就是要注意一下，并不是那么好走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前阵子的时候呢，才有一个中国的游客，因为想要挑战比较高难度的这种网红照，然后在打卡网红树的时候呢，不小心被自己的裙子绊倒了，然后就不幸跌入山谷，然后也就死亡了。对，所以说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好啦，废话不多说，就让各位来看看一下这个人间仙境究竟有多美吧。I was scared of it all. And isn't it glorious how love gets the best of us? Yeah, I got feelings, but I'm a tough one sometimes. Please move close to me. 那虽然说因为天气的关系呢，我没有看到绝美的日出，但是眼前的这个美呢，还是让人感觉到哇，这真的不是人间该有的景象啊，已经是让我有点心满意足了啦。但也真的呢是累到快要虚脱了，于是呢我就搭了人力车兰博基尼来下山啦。那必须说，刚开始坐上这个人力车的时候啊，这个车速搭配山路的崎岖，我一度以为我是不是搭上了什么云霄飞车啊？不过呢，逐渐习惯后呢，发现其实真的蛮好玩的。不过就是要建议它应该有一条安全带啦，会比较安全。不然每次呢过弯，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快要被甩出去，快要飞出去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唯一的不足呢，那就是坐这个屁股蛮痛的。那伊真火山之旅呢，就到此结束啦。接下来呢，我们又要继续舟车劳顿的，才能回到泗水的市区。虽然说呢，这一次双活火山之旅呢，真的是拉车拉的超级远、超级累，但是相信各位观众看到这些画面呢，应该都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这一切实在是超级值得的了。在影片的结尾处呢，我们将会乘着火车从泗水前往日惹。那前往整趟印尼旅程中呢，我真正的目的地，一睹世界上最大的单体佛教建筑，世界文化遗产印尼的瑰宝婆罗佛土。那如果不想要错过接下来的旅游冒险的话嘛呢，赶紧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吧。然后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哦。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